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沒流量明星卻殺瘋了，央8小城大事7天收視登頂，趙麗穎、黃曉明帶隊演繹時代傳奇。如果國家不撥款，就只有我鄭德成能幹的了。黃曉明在《小城大事》裡撂下的這句狠話，仿佛成了劇集現實命運的預言。開播連續7天收視第一，央視峰值破 2.6%， 騰訊視頻熱度光速破 2.3 萬，這些數據儼然一副開年劇王的架勢。但詭異的是，與亮眼數據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評論區裡演技模板化、劇情懸浮、濾鏡廉價的吐槽聲浪。一邊是觀眾準時蹲守央視8套，一邊是社交媒體上趙麗穎演技退步的話題持續發酵。這部看似爆款的年代劇，正經歷着冰火兩重天的輿論奇觀。2026年1月10日，央視8套黃金檔《小城大事》正式亮相。這部劇集改編自魯迅文學獎作品《中國農民城》，以溫州龍崗農民造成的真實歷史為藍本，講述平川縣在無國家撥款的背景下，基層幹部帶領百姓在灘塗上建起粵海鎮的故事。黃曉明飾演的鄭德成和趙麗穎飾演的李秋萍構成了劇集的核心衝突。鄭德成這個角色頂着草帽，皮膚黝黑，將報名表寫在煙盒上，用人民城市人民見的7字口號打動領導。而李秋萍則是海歸背景的幹部，手持精心繪制的規劃圖，卻因理想主義在競選中獲得0票。兩人從最初因報名表爭執的冤家，到後來成為建設粵海鎮的搭檔，這種對立互補的人物設定成為劇情推進的主要動力。劇集開篇的3場大戲迅速抓住觀眾眼球，沒有撥款的城市建設計劃，3位風格迥異的幹部競選，以及鄭德成因非法買賣土地被調查的危機。尤其是在集資建成的情節中，辦公桌上堆成小山的鈔票幾乎與人同高，調查組與鄭德成團隊就是否違規展開激烈辯論，這些場景充滿視覺衝擊力和戲劇張力。小城大事的輕喜劇風格成為其破圈的關鍵因素之一。劇中融入大量生活化幽默橋段，比如高雪梅為印刷廠拉客戶，對方歷經汽車、輪船、摩托車輾轉，甚至聽聞亂葬崗和車匪路霸的傳聞後落荒而逃。動工儀式上誤將肉鴿當作信鴿放的烏龍事件，也為嚴肅的建成故事增添了煙火氣。演員的突破性表演成為觀眾熱議焦點。黃曉明一改往日形象，以黑瘦造型出演基層幹部，甚至為劇情需要設計出吞紙等誇張表演。趙麗穎則以短髮、素顏造型演繹體制內幹部，試圖擺脫以往古裝和都市劇的固定形象。此外，朱媛媛在遺作中飾演的印刷廠老闆高雪梅，展現了年代女性的堅韌與樂觀。陳明昊飾演的姐春來則貢獻了3個副鎮長沒水喝等喜劇橋段。然而，劇集的高熱度並未換來一致好評。部分觀眾認為趙麗穎的表演模板化，台詞捧讀感強，表情和動作與以往角色差異不大。黃曉明雖擺脫了油膩標籤，但其表演仍被評價為中規中矩。劇情的合理性也受到質疑，特別是輕喜劇元素與年代正劇風格的融合被指為搞笑而搞笑。女主角李秋萍因小事耽誤大會的情節設定與其事業型人設產生割裂，製作層面同樣引發爭議。與人世間、小巷人家等年代劇相比，小城大事的濾鏡被指過於明亮，打光混亂，場景搭建被質疑像摳圖，缺乏年代劇應有的質感。儘管導演孫浩曾執導《慶餘年》，試圖以詼諧風格包裹奮鬥內核，但部分觀眾認為這種嘗試反而削弱了題材的嚴肅性。真實歷史中龍崗從漁村到城市的蛻變，為劇集提供了扎實背景。劇中呈現的秀暖坪、搖把電話、泥濘馬路等細節，
一定程度上還原了80年代的時代風貌。但劇集對原型的改編程度引發不同評價，有觀點認為其成功用貪圖建成的奇蹟完成對改革開放精神的當代轉移，也有聲音指責其脫離現實，編劇缺乏生活經驗。奧運冠軍陳夢的客串和菜刀乒乓花絮為劇集帶來額外關注度。同時，龍崗本地網紅對比劇情與現實，使百度龍崗搜索量同比上升345%，顯示出劇集的社會影響力。然而，劇組借朱媛媛遺作進行宣傳的做法，也引發部分觀眾的反感。小城大事在角色塑造上嘗試突破傳統框架，特別是對女性角色賦予獨立、清醒的時代光彩。趙麗穎在採訪中坦言，李秋萍這一角色靠自己的精神追求完成建設粵海的目標，用前瞻性目光勇敢面對各種問題。但角色呈現效果與演員表述之間存在差距，成為爭議的焦點之一。截至1月20日，該劇已更新至12集，劇情進入更複雜的階段。供電局局長為報復鄭德成切斷粵海鎮電力，導致工廠停工、訂單延誤，將矛盾推向高潮。鄭德成用吞紙應對衝突的荒誕手法，以及後續通過規劃新路段平衡各方利益的基層智慧，展現出改革過程中短期利益與長遠發展的博弈。一部劇集能同時激起如此對立的評價，或許反映了當下觀眾審美取向的分裂。當數據層面的成功與口碑層面的爭議並存時，我們究竟該以何種標準評判一部作品的價值？對於小城大事而言，那些收視率數字和社交媒體上的吐槽聲，哪個更能代表它的真實面貌？2. 小城大事熱播，趙麗穎、黃曉明清洗方式亮相。以中國首個鎮改市溫州龍崗的農民造成歷程為原型，由趙麗穎、黃曉明等主演的小城大事近日掀起追劇熱潮。從紙頁躍向熒幕，這部劇還原了一段由普通人寫就的震撼史詩，引發了觀眾的強烈共鳴。改編自報告文學作品《小城大事》，改編自魯迅文學獎得主朱小軍創作的報告文學《中國農民城》。作品曾獲浙江省5個一工程獎，講述的是20世紀80年代平川縣設立粵海鎮後，基層幹部帶領群眾通過集資合夥在灘塗上建起一座現代化城市，徹底改變數十萬農民命運的故事。為完成這部作品，朱小軍曾採訪近100人，查閱超100萬字文獻，歷時多年才將這段超出想象的奇蹟落於筆端。他在創作感言中寫道：“龍崗是個奇蹟。1984年，農民賣掉房子和存糧，跑到龍崗集資建成。他們令我敬佩，故事讓我感動。他們以行動書寫了一部波瀾壯闊、跌宕起伏、動人心弦的創業史和別具一格的成建史。”劇集《小城大事》由孫浩執導，趙麗穎、黃曉明等領銜主演。創作團隊在梳理大量真實細節的同時，也做了藝術化取捨。萬元戶們用塑料袋裝着現金，在十字路口展望城市建設；有人將老家房屋門窗平移至新城，城市首次出現紅綠燈、現代化醫院、電影院時的雀躍。在此基礎上，以4組核心人物串聯起來，以李秋萍和鄭德成為主的粵海鎮幹部，為粵海建設提供支持保障的縣級幹部、萬元戶群體及普通城市民眾。小城大事導演孫浩在初讀原著時便被深深打動，他坦言，不花國家1分錢，基層幹部帶領萬元戶共建城市，這條主線不僅能帶來扎實的故事基礎，更承載着改革開放初期摸着石頭過河的時代印記，一定能展現出積極向上的精神力量。巧妙融入輕喜劇元素，小城大事巧妙融入輕喜劇元素，如高雪梅與解春來下摩托後的拌嘴戲份，解春來手舞足蹈地衝着遠去的沈經理哭嚎：“我祝你騎車掉鏈，燒水粘鍋，
這些充滿生活氣息的對話和場景，充分展現了人物性格。再比如，李秋平與鄭德成的裡頭們 Little Man 中式英語交鋒，家人用黑板冷戰交流等橋段，這種笑中帶淚、暖中有力的敘事節奏，讓觀眾在歡笑與感動中見證一座城市的誕生與發展。以輕喜方式呈現現實題材作品，孫浩並不認為這是一種冒險，只要把人物和人的情感做扎實，就不會有所謂冒險感。劇集致力於刻畫有血有肉有光芒的真實的人，勾勒建設者群像。黃曉明飾演的鄭德成帶着草根幹部特有的敢闖敢試的莽撞與務實擔當，真實還原改革攻堅期幹部的特質，大管家解春來，功成迷臨東福，規則控譚光明在磨合中探索建成路徑。趙麗穎飾演的李秋平是兼具理想情懷和實踐理性的知識女性，奮鬥根植於對家鄉發展的堅守，對自我價值實現的追求。對於趙麗穎、黃曉明等主演的演繹，原著作者朱小軍給出了肯定評價。趙麗穎飾演的李秋平很有意思，這個角色是原著裡沒有的形象，卻巧妙融合了兩個人物的特質，既有大學畢業生謝芳明原著人物的文化底蘊和繪圖專業能力，又有陳定模原著人物的超前眼光。而黃曉明塑造的鄭德成太貼合陳定模了，他抓住了整個角色的魂。趙麗穎自己也坦言角色後勁很大，走進李秋平精神世界的過程讓我學到很多。他很有前瞻性，雖然從工作到生活、情感都面臨很大的挑戰和壓力，肩負着整座城鎮的建設與規劃重任，但他沒有被困難打趴下，處境尷尬卻仍敢發聲，在沒有人支持的情況下，靠自己的內心追求去完成大事。後期口碑稍顯乏力，作為開年大劇《小成大事》的班底十分穩健。導演孫浩曾憑借執導古裝劇《慶餘年》第1季提名第26屆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最佳導演獎，編劇則是操刀過《大江大河》，摘得第25屆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最佳編劇獎。曾在《山花爛漫時》中擔任藝術顧問的袁克平、黃曉明、趙麗穎、陳明昊、朱媛媛等主演陣容同樣兼具實力與觀眾緣，為劇集提供了收視保障。儘管有着強大的制作班底與演員陣容，小成大事在後期口碑發酵上卻稍顯乏力。部分觀眾留言稱，一個會議室吃飯的場景，每個人的鋁飯盒卻嶄新的毫無使用痕跡，不符合常裡人口中一窮二白的粵海鎮。街道和辦公樓卻光潔亮麗又規整，削弱了真實感。雖然輕喜劇元素為劇集增添了趣味性，但某些情節的處理過於誇張，與現實題材的基調產生了偏差，讓人難以入戲。此外，部分劇情的推進節奏也受到了質疑。有觀眾認為，劇集在某些關鍵情節的轉折上處理得略顯倉促，缺乏足夠的鋪墊和過渡，使得故事的發展顯得不夠自然流暢。同時，對於劇中矛盾衝突的處理，也有觀眾表示有些懸浮，比如開頭平川縣要召開3級幹部會議，縣委秘書李秋平卻毫不知情，差點因為參加舞獅宣傳表演而錯過競選報名。